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脸书，跟我一起学习中文。好，老师调一下麦克风哦。好，那么春节已经过了啊，所以老师也要恢复直播了。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来认真的学习中文。好，祝大家新春快乐，蛇年大吉哦。好，那欢迎大家，好，大家好久不见了哦。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来看一下。OK， 好，今天跑了等一下。好，今天老师跑了，对，好久不见哦。今天老师跑了看得到吗？好，12786。好，中文要怎么说？12786，我们再看一遍，12786。好，欢迎大家12786。对，要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哦。好久不见，对。好，不晓得最近大家过得怎么样呢？这几天老师没有直播过得很开心。然后不过最近有点冷，所以也没有出门，在家里蛮开心的。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好，12786裴静雪梨12786步 Mandarin。蓝墨12786步。好，秀珍12786步。好，瑜伽老师说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哦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好，还有谁？好，这位同学12786，慧君 Hardwin KTH 12786步，秀珍新春快乐。好 Benny 12786步。好，那么我们就来上课吧。好，慧君欢迎啊。大家都说老师欢迎你回来，我们可以学习中文了哦。好，那我们今天来学习 HSK 第6集的2个词汇这2个词汇不难啊。好，第一个词汇发病，发病，发病。第二个发电，发电。好，那么我们春节怎么样？你做了什么？老师就还是一样做了很多材料，职业病就是闲不下来，做了很多课件好，月莹说很开心等到老师的直播课了。好，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词汇发病。好，那发病的意思就是疾病开始出现或症状开始显现。好，疾病好开始出现。其实大家会发现发病跟生病的意思差不多，对不对？发病跟生病的意思差不多，其实它们是同义词。不过呢，生病是一个比较口语的用法，发病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书面语，所以一般我们说发病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表达，或者你在文章中比较容易看到这种词汇。一般我们说话会说生病，比如说谁谁谁生病了，我们不会说谁谁谁发病了，不会好，然后发病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书面语，一般说话比较少用。各位同学平常还是用生病是最好的表达春节我忙着发红包。好，那或症状开始显现。那各位同学，如果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症状，有时候会流鼻水，有的时候脸会变红，有时候会没有精神，这些都是症状。生病的时候，身体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这些表现就是症状。有的人会流鼻水，有的人会咳嗽，有的人会很不舒服，这些都是症状。会流鼻水，可能会脸发红
还有很多肚子疼，这些都是症状啊。好，开始显现，显现就是 appear 出现的意思啊，显现就是出现，有一些 symptom 开始 appear。好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Hello 宋平你好。哦，林子明天要去河内，有没有河内的朋友可以跟林子吃个饭啊？好，哦，林子明天要去越南了啊，看有没有河内的同学要跟他见面啊，你们可以联络一下啊。发烧不一样，发烧就是 fever， 发烧就是你的额头或你的身体的温度变高了啊，发烧是比较具体的一个症状，就是你的额头或者你的身体发烫、发热，温度升高，这个叫发烧 fever。发病不一定指的是发烧，可能是其他的病啊。好的，这种病通常在冬季发病。好，这种病 this kind of disease 通常就是常常啊，在冬季 in winter。好，那各位同学会发现这个句子我们用冬季，其实冬季也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表达。一般我们说话说冬天，对不对？那这里用冬季就比较正式，比较像 written language， 比较像你是在杂志啦、新闻、报纸会看到的词汇哦。冬季跟发病都是这种正式的词汇。这种病通常在冬季发病，在冬天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病哦。好，对，发烧就是你的体温超过了你正常的温度啊，正常人的体温应该是37.5，那你可能38度、39度，那你就发烧了啊。对，发烧啊 ，fever 啊。好，那我们来多多练习一些句子啊。不退，他高烧，发病时。好，那各位同学，刚刚你们说发烧哦，我们中文有一个叫高烧，就像英文的 high fever。如果你高烧，表示你的身体温度很高，高烧一般都会很不舒服了。我觉得高烧可能都39度了啊，40度啊，39度啊，38度多，发高烧，我们中文可以说发高烧哦，那表示很严重了啊 ，high fever 很严重了啊。好，发高烧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后面是家人们非常担心。当然，如果你的家人发烧了，你一定会很担心，对不对 ？Worried， 担心哦。好，对，发高烧哦。好，发病时他高烧不退，家人们非常担心，非常好。他发病时不退高烧，各位同学，请你们记得这个词汇叫高烧不退，就是你发烧了，温度很高，而且一直没有温度一直没有降低，这个叫高烧不退。你的身体温度一直很高，一直没有退下来，没有降低，你的体温没有降低，叫做高烧不退。好，这个词汇请大家记起来哦，高烧不退。好，他发病时高烧不退，家人们非常担心。他发病时高烧不退，家人们非常担心。好，没问题。好的，请大家记得哦，这些固定的表达，我们中文不会说不退高烧，我们会说高烧不退。好 ，OK， 我们往下看哦，我们再练习一题，因为他劳累长期。好，劳累表示你可能因为工作或因为做某一些事情很辛苦，所以你变得很累，叫劳累。因为劳动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做很多很多家务，很辛苦的工作，所以你觉得很累，叫劳累。好，长期表示很长的时间哦。最近发病了，这里的发病就是生病的意思，生病的意思。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的答案是什么。最近就是这几天来 ，recently 这几天来发病了，就是生病了。好，因为他长期劳累，最近生病了。可以这个句子当然你们这样写是可以的，不过我会觉得是他因为某一个原因，我觉得更好的句子会是他因为某一个原因，所以我要先写他因为什么原因最近发病了，所以我觉得更好的表达是他因为什么原因最近发病了好的，所以对这题的答案应该是他因为长期劳累最近生病了，他因为什么原因那如果你要说因为他最近劳累，最近长期劳累，最近发病也可以不过我觉得这个句子这样写会更好。由于也可以不过 Benny 由于是一个比较正式的用法，一般来说是书面语口语中我们还是用因为比较多，由于在说话是比较少用的，比较正式的好，他因为长期劳累最近发病了。好，因为他长期劳累最近发病了。各位同学，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比较好因为这里没有主语，所以你要强调那个主语。这里的主语你要先讲，先写出来，这里才可以把主语省略掉。所以他这里的他是同一个他，所以你还是先写出来会更好，所以我觉得更好的答案是他最近发病了他因为长期劳累最近发病了。这个答案是我觉得是最好的答案好的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请老师喝咖啡，谢谢大家支持我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汇发电。发就是产生的意思 generate。 电你们知道电对不对 electricity。 发电就是产生电电能就是 like electricity energy 电能，通过某种方式 OK through some kind of way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通过某种方式产生电能。那各位同学，现在我们可以产生重病不可以，我们没有重病的说法森姐，你可以说最近生病了，最近发病了，我们没有重病这种说法好，对，发电机 generator 非常好。好，所以各位同学，发电就是产生电力。现在有很多方法可以产生电力，我们可以用太阳，我们可以用风，我们可以用水，可以用火，我们有很多方式，很多能源可以发电得病可以用得病，比较少用，但是听得懂，得病是有可以的好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这个小镇依靠火力发电来供电。好，这个小镇就是 town the small town 好，我这边加个 small 好了。好，小镇就是 small town OK 这个小镇依赖，如果你依赖一个东西，你必须要靠它，你必须要依靠 rely on， 就是很多事情你必须要这个东西或这个人来帮你解决问题。好，所以依靠就像英文的 rely on count on 依靠。像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父母。如果有一些女生她没有办法赚钱，她没有办法
靠自己生活，那她要依靠她的老公，对不对？老公在外面赚钱，有一些女生必须依靠老公，小孩子必须依靠父母，对不对啊？好，火力发电就是用火这种能源来发电，产生电啊。好，来供电，好，供就是提供 ，provide 提供电，好 ，OK， 供电，供电可以说提供电，我们一般说供电就可以了。好，来提供电也可以啊，一般我们简单说供电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提供电也可以，没问题啊。镇跟城市的区别，简单用英文说 town 就是镇 ，city 就是城市。当然城市的规模更大 ，OK， city is bigger， right？ 城市的规模 scale 更大啊，比镇还要大啊。好的，我们一般说装病，对，我们一般说装病，不会说假病啊，我们说装病，装病啊。好 ，OK， 来，我们做题目，太阳能板。诶，老师，太阳是 sun， 太阳能是 solar energy， 那怎么加个板呢？哦，板是 panel，solar panel， 太阳能板，中文说太阳能板，发电。产生电来阳光 sunshine 阳光利用比较像英文的 take advantage of 或者是 use 啊利用好利用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因为长期干旱水力发电厂不能发电，很好的句子。我们学习中文时需要依靠理查老师，很好的句子。太阳能板利用阳光来发电，非常好，答对了。这个小镇依靠火力发电来供电，没有问题。我们刚刚的句子。好，那各位同学，我们说太阳 sun 能就是能量 energy 板子，就像 board or panel， 太阳能板 solar panels。好，太阳能板利用阳光来发电，非常好。太阳能板利用阳光来发电 OK 没问题哦，都答对了。好，我们来做最后一题哦。最后一题来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发电方式哦。常用的发电方式有第一个风力发电，风力 like wind power， 风力发电 wind power generation。好，那像这种风力发电，对不对？我们还有核能发电 nuclear， 核能发电啊，现在很多国家都用核能来发电，核能发电。好，火力发电就是可能会烧木炭啦，哦，这些方式哦，火力发电。再来还有水力发电，水力用水的能量来发电。好，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发电方式有这四种哦，风力发电、核能发电、火力发电，还有水力发电。好，俄罗斯用什么方式发电？核能啊，对，核能。俄罗斯有很多核能电厂啊，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要讲那个 plant， 你可以讲什么什么电厂。哦，你可以说风力发电厂，或者你说发电厂，你可以说核能发电厂 （nuclear power plant），你可以说风力发电厂，你可以说核能发电厂，就是 power plant， 你可以说火力发电厂、水力发电厂，你可以加个厂，就像 factory 的感觉。对，然后月莹也告诉我们有一些词汇很棒哦，说我们中文说停电，就是电突然没有了。有一些国家可能电力不够，所以常常会停电。有的国家到晚上就会停电，那因为他们在这些国家电力不足，或你说电力不够，所以可能常常停电。电力不足
insufficient and electricity， 电力不足，电力不够，所以在这些国家会常常停电，常常停电。泰国用风力水力发电 ，OK， 缅甸有很多水力发电厂啊，缅甸有很多水力发电厂。好 ，OK， 所以各位同学，在你们的国家是哪一种发电方式比较多呢？在台湾，火力发电很多，核能发电也有啊，那就看看你们国家是用什么方式来发电比较多。好，那么各位同学，我们明天见喽，拜拜。明天是我们的聊天课哦，如果想要跟我聊天的，欢迎明天准时来上课，拜拜。